逆党一号，给本官拿下！我就说嘛，这安郡王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个女仵作？果然还是你。安郡王素日里公正严明、光明磊落，如今却做出了欺君罔上之事。今日本官抓你去面见圣上，我倒要看看安郡王如何解释。拿下！韩尚书，本王何时欺君了？哼，安郡王，你来得正好。你可敢当着众人的面说说，这个女子她不是逆党一号楚楚吗？她是楚楚，但她也是本王门下的仵作。既然她是三法司的仵作，本王调用她，有何不可？安郡王，你可别忘了，仵作身份不是你一句话说了算的。那是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发的凭证才作数的。韩尚书说的可是这个？尚书大人，这确是真的。韩姬，本王一日执掌三司，就一日，还是你的上官。你若再出言不逊，莫要怪本王在你手下人面前不给你留情面。你。刀心脚下。王爷，那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发的凭证，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？那是那场仵作考试之前的事了。我向圣上请了一张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章，一应俱全的空白仵作身份凭证，只要填上录用者的信息，当即生效。你怎么都没告诉我？我也是昨晚才填上的。昨晚？我不是昨晚才决定要录用你的。我知道。楚楚，我迟迟没有填它，是想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朝廷的文书，一旦填上，便不容更改了。我以前就说过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你还是不信我吗？我信，我相信这是你当下最真实的想法，但我不敢相信日后的你也都会这么想。毕竟从没有人说过，在我手下当差是件高兴的事儿。我不希望用一卷文书困住你，我希望你是自由的，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的每一刻都是心甘情愿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谁说被你录用了就得一辈子跟着你当仵作啊？那些成了亲的夫妻还能和离呢。我要是不想干了，就地辞呈回家呗。可以啊，但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可不敢确定自己会舍得放你走。你只是一名仵作，而我是从一品郡王。我如果真的耍赖起来，你可是一丁点办法都没有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逗我？西平公主到。拜见陛下。
熹平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熹嫔奉旨前来，不知陛下这是何意？公主，昨夜太医令张叔被发现死在太医署内，经现场勘查及多方取证，查实其为悬梁自尽，但他乃是被人逼迫，走投无路，为保全家人，才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公主，难道您还不认罪吗？这是无稽之谈。我与张太医无怨无仇，为何要加害于他？为何？陛下手中拿的东西，您可认得？哼，你自己看看。这是我的医案，自文宗朝起，张太医就一直为我诊脉，他手里有我的医案，这又如何？公主，可否借臣一用？诸位请看，这医案里记录的是熹嫔公主孕期的情况，已请太医署的多位医官验看过，种种迹象皆显示，当年公主竟怀有一胎。一胎要出事了。函上说，女子孕期连脉象都会虚虚实实，时有不准。当年我一胎诞下双生子，长安城人尽皆知。如今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不信事实，偏偏要相信这一纸陈年医案。事实就是，当年公主只诞下一胎，另一胎是从他处抱养而来的。真是无稽之谈！我堂堂大唐公主，若想抱养一子，只管抱来养就是了，何必需要遮遮掩掩？因为你抱养的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而是文宗朝率众造反的剑南节度使陈英之子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既然公主说我一派胡言，那就请公主听我一一举证吧。公主身份尊贵，自幼长在这禁宫之内，与驸马萧衡成婚之后，才出宫见辅。能让公主费心收养其子，此人必定与公主相交甚笃。而在这长安城中，与公主孕期相当，又与您交好的，唯有陈英之妻。据卷宗记载，当年陈氏已怀有近8个月的身孕，得闻陈英之事后，大动胎气，未能生产，便血崩而亡。按理来说，此时的婴儿骸骨应该还蜷缩于陈氏的盆骨之间。可是我派人连夜查看了棺中，发现婴儿的骸骨的确还在，但是却周身挺直，位于陈氏的双腿之间。由此可见，是有人事后放入死婴骸骨来混淆视听，对也不对？呵呵，公主倘若仍不信我所言，我可把人证带上来了。带人证。公主，您可认得此2人？抬起头来。这2人，年长者是旧时公主府的乳母，另一个是旧时公主府上的婢女。当年公主为了隐瞒自己抱养孩子之事，就把深知内情的这些婢女还有仆人们全都遣散出府，安置在扬州。但是公主您却留了一手，将他们的至亲之人扣押在府上，当作人质。这2人就分别有妹妹和儿子被扣在府上。时隔多年，他们思亲心切，又见到公主府2位公子皆已长大成人，
便想向公主赎回亲人，万万没想到却遭到了公主的拒绝，还险遭暗害。我没有，当年是他们自愿把孩子留在公主府的。当时那2个孩子年纪虽小，却聪明伶俐，他们把2个孩子留在公主府，也是图日后有个好前程。现如今，那2个孩子还在我府上，陛下可以把他们传来一问。他们既是公主的家仆，当然是会站在您这边了。证词不可用。公主见到2位突然回京，担心事情败露，于是便威胁了深知内情的太医署张太医。公主，你先是窝藏逆党夷后，再欺君罔上，又为了隐瞒真相，残忍地逼死了太医署的张太医。哼，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公主，你还不认罪吗？熹嫔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我没有害死张叔。另外，锦与锦离都是我的骨肉，除此之外，我无话可说。安郡王到。臣有话要说。臣萧景瑜拜见陛下。免礼。你说你有话说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方才在外听见韩尚书的一番推论，臣以为韩尚书所奏漏洞百出。安郡王，你如今有逆党夷后之嫌，没有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。萧锦瑜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漏洞百出？韩尚书所呈卖案，必是他人蓄意伪造的。安郡王啊，安郡王，你可真是狗急跳墙啊！啊，连这等睁眼都说不出来的瞎话也都说出来了。你连这卖案都没见过，如何敢在这里言之凿凿啊？韩尚书可曾想过，张太医若真是走投无路，想以自尽保得家人平安，又何须将这卖案放在桌上，让你发现？他一死，必有人来搜查。若有人看到了卖案，怀疑公主，公主得知后再对他家人下手，他岂不是白死了？或许是这张太医想以此来令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哼，笑话！张叔并非平头百姓，他一介太医令，面圣的机会比你我都还要多。他若真想告发什么事，岂用赔上自己的性命？陛下，臣请验看韩尚书所说的那卷卖案。韩基，给他看看。陛下，这卷卖案用的虽是陈年旧纸，但墨迹却是崭新的。诸位大人，但凡看过账簿或登记册的都会知道，即便是同一个人使用同一副笔墨书写，每日的字迹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但这卷跨期近1年的卖案，却是一气呵成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这卷记录公主卖相的卖案，用的却是3年前歙州才研制出来的无香墨。无香墨以极为精巧的制墨工艺，极大降低了墨水本身的焦臭味，而不像以往的制墨之法，要在墨中添加香料以遮盖焦臭，所以谓之无香墨。现下此墨仅用于宫中，即便是他曾在某处得到此墨，又怎会用来誊抄一卷卖案呢？朕从未将无香墨赏给太医署任何人。韩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太医又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他
确实是吊死的。当真？他颈前有一道紫黑色的勒痕，位于喉结下方，所以他唇齿微张，舌尖探出。这道勒痕从他颈前一直延伸到他耳边，而且他腿上有血印，确实是吊死的。不过，他应该不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有些淤伤，应该是临死前和人打斗过，但又不像是和人面对面打斗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双手手腕有明显被人大力抓握的淤伤，但他身上其他的淤伤大多都在他四肢的侧面和背面。这一架真不知是怎么打的。这些淤伤在什么部位？他左腿的外侧位置上有条状的淤伤，是磕在坚硬的棱上造成的。王爷，我们来试一试。好。如此挣扎，是否伤处就会在四肢的背或侧面？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可此人为何会与张太医如此打斗？张太医年逾60旬，又无功夫在身，一道重击将他制服并非难事，怎会费如此周章？我知道了，他是要先把张太医在床榻上捂晕过去，然后再吊在房梁上，这样看起来就和吊死没什么区别了。我在死者的鼻子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细絮，我还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呢，原来就是棉被里的棉絮。他一定是在被捂住口鼻时奋力挣扎吸进去的。可是，发现死者的人明明是看到死者当着他们的面踹凳子的。我听说，他们发现的时候，死者还吊在梁上直晃荡呢。如果他真是这样被杀死的话，那2名发现死者的太医，是不是就撒谎了呢？陛下，臣已查明，太医张叔之死并非悬梁自尽，而是被人用棉被捂至晕厥之后，悬吊于梁上而死。真是无稽之谈！当日太医署的2名医官亲眼见到，张太医自己踢倒了凳子，只不过他年迈体弱，才没能救得过来。当日是谁发现张叔上吊死的？朕来问你们，当日是否亲眼看见张叔是自己踢倒凳子的？是。陛下，臣相信2位医官并没有撒谎。安郡王，你一会儿说张太医是被害死的，一会儿又说2位太医没有撒谎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张叔确实是被他人所杀，2位医官也都没有撒谎，他们只是被凶手的障眼法所骗，误以为自己看到的当真就是张太医踢凳子自杀的一幕。陛下明鉴，安郡王明察。陛下，旁边这间屋子与案发之地一模一样，臣已将屋中布置为案发时的情形，还请陛下移驾亲自去看看，凶手是如何掩人耳目的。好。陛下，屋内已如死者被害之夜一般，
布置妥当，只要重演当夜两位医官发现死者的过程，便可真相大白。